宝印啊，咱出去转转吧。你这老闷在家里，闷出病来咋办呢？不去。你说你这村主任有啥好当的？你都当一辈子了，还没当够啊？你这又吃苦受累的，你说，你以为俺真的想当那个村主任呢？那你是为啥吗？恁呀，一个炕上，咱俩睡了一辈子，一口锅里吃了一辈子。你是真不知道俺想什么，俺想干什么。你干啥呀？你干啥去？出去走走。哎，我陪你。你不用陪我，俺自己去。就说俺不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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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你不。哎，桐花来了。来。哎，婶儿，来了啊，新玉啊，你爸在家吧？啊，宝印呢？他说不在，出去了。来，对，坐。外头还有点风，坐外头凉快。金玉，你陪那个桐花婶儿聊会儿天啊。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进屋去了啊。忙吧，嫂子。哎，好。哎呀，婶儿今天过来呀，是给你爸赔不出来了。婶儿，那天呀，是俺不好，在村委会发那么大脾气，这态度啊实在是太差，话说的也太重了，伤了你爸的心呐。你说咱后牛，谁不知道你爸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服务的人呢？啊？那萧万贤他写了一封实名举报信，婶儿不该相信，哪能信他的话呢？是吧？就算你爸呀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可婶儿啊，也不该那么说他。你说老支书在的时候啊，我跟你爸就搭班子一块儿工作。这么些年了，风风雨雨的大事小事，都是你爸一肩扛着。那是你爸在前面呀，把困难解决完了，婶儿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工作呀。就俺爸吧，你看几十年，他心里头装的全是村里的事儿。你看这段时间，他就想着咋把咱这个村办企业弄好。咋带领大家一起摆脱贫困，从来没有啥私心呐。这回红薯粉这事儿，你说他咋可能啊？为了想当官去贿赂村民？我最了解俺爸了，婶儿，咱都得信任他，是吧？没错，如果把你爸分成份儿，那集体是占一大部分的。这么些年了，你爸从没占过集体1分钱便宜。也从来没有利用职务之便谋取1分钱的私利，那除了吃苦就是受罪呀。你说这村主任他有什么好争的呀？就是呀。但是说心里话，你爸他想不想当这个村主任呢？俺最了解他，他想当，但是村主任这仨字儿在他心里可不是什么职务，也不是官名，那是一份责任。我跟你爸在一起奋斗这么多年了，心里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在我们在任期间，能够亲眼看见咱后牛脱贫致富，能够亲眼看见大家过上好日子。否则呀，遗憾，哎呀，遗憾呐！等你爸回来呀，替婶儿好好劝劝他。这个村主任呐不重要。
在不在这个位置上都一样。婶儿也老了，将来也会有人接替我的班儿。我们俩呀，早晚都得退休。但是啊，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是，婶儿说的对。行，婶儿，你放心啊，我会把你的话原原版本的转达给他。哎，告诉你吧，俺可给他赔过不是。哎呦，不是，那咱存在，没有，不是。他爹，哎，你等等俺，哎呦，等等俺呀，万贤，你看你说，哎呀，你说咱这800年都不回一趟俺娘家，好不容易回去了，你看你就拿你那2张纸换这么2大包东西，那让俺不臊得慌。你站住！什么是纸？什么叫纸？你这一路上叨没完了是吧？如今你还把我的墨宝说成纸。你家里开的是酒坊，我送的那4个字日进斗金，啊，这是我的祝福，啊，这是我的墨宝，这是无价的，明白吗？是，你那是宝，但俺觉得这回俺娘家是不是拎上2斤月饼，更让俺有点面子。俗不俗？拎月饼俗不俗？我是一个文化人，不送点墨宝，我送月饼，你不觉得很一般吗？我那4个字往墙上这么一挂，能够万古流芳啊！读书济世长，忠厚传家远，这个道理你不懂吗？哎，他爹，哎，你别着急啊，俺错了还不行吗？哎，来，哎，大哥，你也买一条吧？多买啊，多买。卖鱼了啊！新鲜活鱼啊！等等俺，我过来看看卖鱼的。新鲜活鱼了啊！卖鱼的干啥？咱家自己有。这个，哟，这鱼怎么卖呀？这鱼？1斤3块钱。啊，3块1斤啊。对。 3块1斤，新鲜的吗？是3块1斤，是不是有点贵了？我这鱼呢，它肥，它肉厚，但是你吃起来那个味道特别好啊！你这个鱼不一般，难道是2班的？到底是哪个地方不一般呢？我也不瞒你了，我这鱼呢，跟别的饲料喂的不一样。你喂的啥饲料啊？那我不能告诉你啊！我是告诉你了，你也养鱼，你不是抢我的生意了？嗨，你能掐会算，你怎么知道我就是养鱼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就告诉我用什么喂的，我也不能真去养鱼去，是不是？我诚心诚意的买你的鱼，是吧？你不告诉我用什么养的，这吃着能放心吗？你到底买不买啊？你告诉我用啥饲料，我就买。我这鱼呢是喂红薯长大的。啥？哎，你少骗人了！这鱼还能吃红薯啊？我怎么能骗您呢？不是直接让它吃红薯。这么跟你说吧，就是酿酒剩下的酒糟，知道吗？知道。我喂它，所以我的鱼啊长得特别好。哦，你这是用红薯酒糟喂的鱼？用酒糟喂的鱼啊，它长得就是快。哦，行，谢谢。哎，你问了半天，你不买啊？你告诉我这是用酒糟喂的鱼，我估计吃起来肯定是浑身酒气。我这个人呢，平时滴酒不沾。谢谢啊！哎，卖鱼了啊！新鲜活鱼啊！哟，大贤啊，你咋过来了？啊，找我有事啊？我找你，你能干啥呀？你以为你穿这个衣服挺假装，我就过来找你了？哎，大贤啊，俺宋老三可不是忘本的人，俺能有今天，不非得仰仗你帮忙吗？哪天俺过去看你，还给买罐头，黄桃的。黄桃的比山楂的就是好吃，那倒不用啊。我呢是想过来找点成长，啊，
一个厂长？找谁都行，只要能把我这个事儿办了就中。哦啊，那你要想找说了算的，那就得说通话。别管找谁，只要能我办点小事。哎，来了，哎，大翠儿，正好啊，大翠儿也是厂长，管销售的厂长。大翠儿啊，万贤找你有事儿。啥事儿，万贤叔？太好了，我有个小事儿，就看你能不能帮这个忙了。啊，说吧，啥事儿？就是我想要点酒糟。要酒糟干啥呀？回去喂鸡呀。酒糟能喂鸡吗？那里边含酒精，鸡吃了不能醉呀。你看你们俩这就不懂了吧？我是候牛的文化事，是吧？有文化有知识，我肯定有办法让鸡吃了没事儿。你就说给不给吧？那都是没用的东西，你拿去吧。哎呀，太好了！我就说啊，大翠不光人长得漂亮，而且富有爱心啊！好，那我先回去找个袋子。老师，你这有袋子吗？哎呀，俺这儿。那行吧，我回去拿个袋子。哎，没事，过来。好几天没看着你，俺都想你了。这有袋子你也不能给我，这厂长在这儿。哎，这哎，三叔，那酒糟还能喂鸡呀？不知道啊。万贤说能啊。哎呀，哎。这也太早了吧！我看这鱼都睡觉呢，它能来吃啊？你咋知道鱼睡觉呢？这玩意儿能跟人一样吗？你啥时候喂它啥时候吃。中，试试吧。哎，看见没有？来吃了吧？哎呀，啊，苗海还真来了啊！哎呀，都过来了。来，再撒点。哎呀，媳妇儿，都来了。这个办法好啊！我回去啊就得告诉宝台，咱们两家分开。啥？咱又要分开啊？当然得分了。有不花钱的饲料你还不分呀？是吧？分开以后年底一卖鱼，利润都是咱的。嘿，中。那回头啊，俺也跟桂英说一声。你跟他说干啥？这饲料不花钱呀。你万一酒糟不够用，他得分去一半，咱家的鱼吃啥？别多嘴了。也不是，那人能看不见呀。天一亮的时候，咱早一点过来喂，或者天黑了以后再来，是吧？一早一晚来喂鱼，咱们呢小心点，绝不能让外人看见，知道吗？多撒点啊！哎，多吃点啊！忙着呢，宝财嫂子。啥事儿啊？有点小事过来跟你们谈一谈。哎，媳妇儿啊，啥味儿啊？你看是不是啥东西坏了？啊，查一查。赶紧干活。哎，你这干啥呢？这是你的味儿。确实是我的味儿。我这个收拾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把半瓶酒啊弄倒了，洒了几身。啥事儿啊？哎呀，是大事，找个凳子咱坐下聊啊，好吧？哎呀，行，还那么多活呢啊！凳子在哪？你谈大事，你肯定得停下来好好谈呢。行。行。哎。这个，你俩看过《三国演义》没有？
啥意思？ 《三国演义》的开篇有这么几句话啊：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啊，那是你们文化人的事儿啊，俺没那功夫。那我就跟你们直说了吧，就是咱两家的鱼塘啊，我想分开啊，个人干个人的，中不中？不是，再说一遍。就是咱们两家的鱼塘，我想分开，个人干个人的，中不中？哎，对。那个，这给万贤倒点水啊。分开了倒啥水？你知道个啥呀？去，万贤爱吃罐头，给他拿个罐头，最好的。啊，罐头最好的啊！是你这啥意思？一分开给我吃罐头，要是这样的话，咱就一天分一回。宝台啊，咱两个鱼塘啊，放的鱼都一样啊，我觉得呢应该好分，是不是？这您想咋分，俺们就咋分，中不？对，罐头来，那都给你沏好了。这，分开鱼塘还给罐头吃，这里边估计有点故事。哎，我先不管什么故事了，吃了罐头，咱好好研究怎么分啊！说啊，哎，大家都说我这个是面子光，为了好看，其实真不是。这塑料薄膜呢是经济实惠一些，但是咱们种的是优质苗，这条件根本就不够。你说冬天来一场大雪，这塑料和这玻璃的差距一下就能看出来。我现在看出来了，这个玻璃大棚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我觉得玻璃大棚真是太好了。可现在要是让其他种植户也用这个玻璃大棚，不合适，造价太高了。他们现在手头没钱啊，等他们手头宽裕了以后再改建一下，行不行？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其实我建这个玻璃大棚啊，不只是为了防灾抗冻，还有一项新的科技在里面。后期呢，我们会在大棚里边装上很多的灯，而这些灯呢，不是普通的灯，是根据不同植物的生长所需，专门研制的光源。这些灯呢，不但使植物生长得好，还可以节省生物的生长周期，使咱们产品质量更好，更有利用价值。哇，这个灯这么厉害啊，在哪儿能买到？也是我们公司自己研制的啊，目前都投放市场了。据用户反馈啊，效果非常好。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哎，那这个灯能不能用在塑料大棚里？塑料大棚，我觉得条件还是不够的。再说了，成本也高，还是在玻璃大棚用啊，效果会更好一点。这样吧，先在我这试点，让乡亲们看到效果和差距，大家觉得好了，自然也就认可了。是，咱们慢慢来吧，不着急。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新宇哥，慢走。哎，吴老师，吴老师，你今天没课吗？有课，放学了，我没事儿来找你们玩。我们这有啥好玩的？都是种田的事儿，没你那乐器好玩。谁说的？我可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挺新鲜的。你看着新鲜是吧？干起来可难了。我现在可是知道了，种麦可了不起了。行，那你们先忙着，我回去还有点事儿。行，那你忙。行，慢着，你先忙。吴老师，你来的时候你看见了没有？顺着这个大棚往这边走，哇，你看那不灯了没？我这以前还真没有真正接触过农村，对农村的概念呢，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再有就是这屋顶上袅袅的炊烟。你知道吗，新宇哥？在我以前的想象中啊，这农村就是一条小溪，一座小桥，吹着牧童的牧笛，还有这开满野花的乡村小路。结果一来一看，太让你失望了吧？没有，这虽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但还是挺温暖的。特别是像你们这种全村人像一家人的感觉，在城市里是不可能有的。这种感觉真的特别好，特别温馨。这可能就是农村的魅力吧。大城市我也待过，就是那种邻居跟邻居之间相互都不认识，楼上楼下见了面也不打招呼。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啊，我都不太习惯，太冷漠了。
可能也不是冷漠，这城市和农村本来工作就不一样嘛，他们也没有太多机会接触。不像你们这儿，哪家吃什么，全村人都知道，太有意思了。就是这样，俺村就是这样。新宇哥，我有些想法想跟你沟通一下。吴老师，有啥事儿你尽管说。我觉得你们这儿有点闭塞。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全村人连一台电脑都没有，更别说手机了。这要想打个电话，还要到村委会去用座机，真的跟外面相差的有点远。就这个事儿啊，俺村的情况比较特殊，贫困村，经济条件不是太好，所以平常大家伙都节约惯了，不想在这方面多花钱。这可不是花钱的问题啊，这是观念的问题。你不跟外面的市场接触，你怎么知道外面需要什么？这要不知道外面需要什么，怎么能调整好你的产业结构啊？调整什么？产业结构就是根据外面的市场来决定你的产品生产什么，还有这各个产品的生产关系啊、生产比例啊。你不跟外面的市场接轨，就等于盲目生产。我看你们也就是去县城跑一跑，最远也就是去省城。为什么眼光不想到全国、全世界呢？吴老师，你说的太好了，你刚才这番话让我真的启发很大呀。你说我之前咋没有这个意识呢？归根结底，我目光太短浅了。所以说呀，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接触新鲜事物，可不能闭门造车。吴老师，以后你得给我多多讲讲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我太需要了。吴老师，干脆你别走了，就留在俺后牛，中不中？要我一辈子都留在这儿吗？这个问题我替他回答。吴老师，你就一辈子留在后牛，要是想成个家呀，陈厂长就是最佳人选。你还跟着我干嘛呀？我到了，你去忙自己的事儿吧。哦，我有句话我要不跟你说，我觉得憋得难受。你咋老误会我呀？我误会你了吗？我听得清清楚楚啊！你不是要留人家一辈子吗？我帮你说透了，省着你俩猜来猜去的，多难受啊！咋是这呢？你小心眼儿。人家吴老师大城市来的，人家见多识广，跟咱说说外边的世界，有啥不好的？好啊，特别好，谁说不好了？我说不好了。你看你，一说话你就气呼呼的，一说话你就气呼呼的，那还咋说？那就不说呗，反正你也没什么跟我说的，你去跟你的吴老师说吧。浮沉一生，万般不舍在心中，聚散匆匆，贪恋人间的温情。大翠，你唱得真好。有伴奏的歌才好听呢。细说心酸的我唱得过时了。在我心里，永远都是你唱得最好听，真的。特别是在桐树林里听你唱戏，是世界上最美的享受。我最大的理想就是这一辈子都不离开后牛，这一辈子都跟自己的乡亲们在一起。心月，这10年你有想过我吗？想。咋不行？没有一天不行。这一生
我没有骗你，你为啥不让我解释呢？哎呀，就是没有草鱼，有草鱼就不用捞了。明年咱就养草鱼。好。哎呀，服务员啊，哎，等这回把这鱼卖了，我领你去看孩子去。不去了，这孩子们马上就放假了，有那个钱呢，我们还不如留着给他买点好吃的呢啊！别浪费那钱了。你呀，我不是想带你出去玩玩，让你开开心嘛。开心，我天天跟你在一起还不开心啊？哎，中，听你的，你说啥我听啥。你这笑得那么傻。来呀，老头子，喝点水。来。哎，慢点，慢点儿。放点，你看。这两口子有意思，和宝财分开以后啊，两口子就一早一晚自己来喂鱼，也不知道为了啥。哎，不能让他看见，人家不愿意让咱看见。哎呀，那还不好说，等他们走了，咱再过去，看看他喂的是啥。这儿有一个，这儿有。是啥呀？有酒味儿。酒味儿？你闻闻。嗯，是酒味儿。是酒糟。酒糟？哈，我明白了，他为啥跟宝钗分开，原来是找着这个窍门了。心眼太多了。明天我到酒厂去，我也弄点酒糟，咱也废物利用的。这个事儿，咱们去跟宝财哥说吧，让他也弄点喂鱼。中，明天跟他说一声。万贤，万贤，哎呦，他爹，哎呀，哎，我跟你说个事儿。说。宝财和望天一起合作养鱼了。他俩一块合作了啊！我刚才啊看见望天往宝财那鱼塘子里喂鱼呢。哎呦，俺就问他了，他说他俩合作养鱼了呢。啊，那没关系，也是咱们主动提出不跟宝财合作的，是吧？我一提出来，他们两口子就给了我一瓶罐头，我早就料到这里边有猫腻啊，让他们合作去吧。哦、哎，你看见他们喂的啥饲料啊？呀，这个俺没看清楚。你赶快过去看看。哎，住！哎，别让他们发现。
就是怎么合作啊，肯定没有我的办法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万贤，万贤呐！媳妇儿，这谁欺负你了？哎呀，鱼能欺负你啊？啊？万贤啊！家家的鱼，家家的鱼都死了！啊！别！快！我得过去。你快去看看吧！要你这鱼都死了，咋回事？哭能哭回来？哎呀，这可咋办呢？我先说，有啥事儿你慢慢说。我也瞒不了啊。你们当村领导的都在这儿啊，咱们村人应该不会有人投毒吧？啊，我就跟大村要了一点酒糟喂鱼，鱼就都死了。啥？你拿酒糟喂鱼了？春儿，咋回事？他来跟我要酒糟，你不说你喂鸡吗？你也没说喂鱼呀。那鸡鱼还不一样吗？反正把它喂死了，你说咋弄吧？要不你没负责吗？邢万贤，啥意思啊？你还讹上大翠了？那俺也用酒糟喂鱼，俺的鱼咋没死呢？啥？你也有酒糟，为啥没事啊？那可能俺家的鱼酒量比较大。你啥意思？来！哎呦，万贤呀，万贤，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开玩笑？你家鱼酒量比你大呀？宝财，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两家都用酒糟喂鱼，你们家的咋没事啊？这酒糟啊，它根本就不能直接喂鱼，那必须经过充分的发酵，混合其他的饲料之后，那才能喂。直接喂，那肯定不中啊。哎呀，万贤，你看你，俺就说俺要你跟宝财说一声，你就不跟人家说，这可好了，俺的鱼。我别，你还真打！打！你叫我给你打，你还真打！啊！你拿酒糟喂鱼的时候，你咋不跟俺说呀？你明明知道那酒糟不能直接喂鱼，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咱俩一块做生意这么多年，你还是个村干部，那你这件事不能说呀？就能欺负干部啊？你喂酒糟的时候，你不跟俺说一声，就没这事了吗？肖万贤，这事情才搞明白，是你喂鱼的方法不对，才让自己家的鱼全死了。你还在胡闹，也不怨大翠，也不怨宝财，对不对？不管什么原因啊，反正这鱼都死了。你们是村干部，你们得给我们想想办法啊！你俩先回家，俺大伙商量完了再说。那中，你们可得一定好好想办法啊！这大头，我不是故意赖你，我是没办法了。这个事你们确实得给我想办法。快点啊！这种人就不应该管他，太不讲道理。不管为啥，都是村里的人，他损失这么大，死了这么多鱼，咱还是得想想办法。没错，新宇说的对，这万贤呀，人是不怎么样，可这事儿啊又不是小事儿，毕竟损失这么多，咱不能不管。你养鱼养了2年了，你肯定有经验呀，你看看有什么办法吗？这望天养鱼的时间呢比俺长，要不找望天一块儿出个招，中吗？中。那就这样吧，俺跟宝财儿去找望天，看看他有什么好办法没啊？这万贤呀，人虽然自私一些，可他不是坏人。现在遇到难处了，这些鱼要都死了，他损失太大了，咱不能不管。这不是找你们俩
来商量来了吗？你们俩在养鱼方面呀有经验，帮着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补救措施。俺呀，去万贤的鱼塘转了转，损失是挺大的，2斤以上的鱼基本上死光了。没错，其实就3个问题，帮他解决这仨问题呀，这事儿就能过去。一个是怎么管理，一个是怎么配料，还有一个就是得想办法买到一些好鱼苗，帮他弥补弥补。那我就把饲料的配方给他，让他自己补救补救吧。中，这些大鱼一死啊，年底他连成本都收不回来。是，这酒糟虽然不花钱，可是这混合的饲料还是要花钱买的。王天儿，咱配料的时候多配点儿，给他一份儿。这毕竟都是乡亲，损失了，咱也帮他承担一点儿。你看这样行不行？这样，我配饲料的时候多配点，给他一半，你就不用管了饲料的事儿啊。俺跟万贤合作多少事儿，想分开多少回，你心里清楚吧？可是他哪一回都说一句“后牛干股钱宝财，为人宽广有胸怀”，这大帽子一扣，俺就无可奈何了。别的俺不说了，你说我村干部也好，党员也好，可能啊，俺这觉悟也没大伙想的那么高，但俺看的是谁呢？就是桐花你啊，你是俺们后牛的带头人，你就是后牛的一根绳儿啊，把后牛的家家户户都串成了一串儿啊。谁家有个灾呀，有个难呐，都讲究个情字，互相帮衬着。哎，这么着，王天儿，饲料的事儿你解决了，那俺就帮万贤把鱼苗的事儿给解决了。然后俺们2家谁要是有空啊，帮着万贤多看看啊。这没问题，就这吧。哎呀，这太好了！那今天呀，俺就没白来，这事儿啊，总算是解决了。太好了！哎呀，来，快过来洗把手，洗把手。哎，我给你俩做好吃的啊！啊，差不多了，放心吧。哎呀，你看你还搞那么客气，别，你就让他客气客气吧。这个宝财啊，王天儿，这一回啊，真是多亏了你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俩了。谢谢啊！千万别说谢啊，万贤。哎呀，俺就想不通啊，你非要把自个儿弄成个孤家寡人呐？俺看呀，就是你那个媳妇儿叫这个红梅，对你盲目的个人崇拜冲昏了你的头脑，惯坏了。这个从今以后呢，我们夫妻之间的情感和平时的分工，要重新定位。但是呢，我必须要做自我检讨。这一次确实我也有错，是，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感谢你们吧。万贤，你不用感谢我们，你感谢桐花，感谢刘宝印，感谢村委会吧。没有桐花和村委会，没有刘宝印，我们俩真不知道怎么帮你。你放心，该感谢的我全都感谢啊。万贤呐，你看看，还是忍不住，还是想说你2句。该说就说呗。你说俺们都是后牛的啊，抬头不见低头见，你这写你咋写得出手？你咋想的嘛你呀？这个万贤，啊，宝印是啥样的人你不知道，
你这个鱼塘遭了灾，他比你都心疼。这个事我确实错了，我思来想去呢，越想越后悔。是我不对。这个我跟宝英这么多年，是吧？兄弟们感情都很好。你说以前哪次选举我不是选他？事情因何而起？宝才你应该清楚。当初不就因为咱两家闹点别扭，是吧？我请宝英过来评个理，他呢不但没替我说话，反而还说，哎呀，我就一时在气头上，正好呢赶上村主任选举，我就写了这么封检举信。你这气头上，你痛快了？啊？你知道这封信惹多大祸吗？俺就没见过同花发过这么大的火啊！你是在宝印的心口上拉了一道大口，还有俺，啊，你把俺也捎带上，吓得俺在那现场那也是直哆嗦呀。都是我的错，给你们添麻烦了啊！万贤啊，你得给宝印赔个不是。俺就没见过同花发过这么大的火啊！你是在宝印的心口上拉了一道大口，还有俺，啊，你把俺也捎带上，吓得俺在那现场那也是直哆嗦呀。都是我的错，给你们添麻烦了啊！万贤啊，你得给宝印赔个不是，啊！是，我赔不是，我就这么去的话，这也拉不下这脸儿啊。你看看文化人吧，皮儿薄，皮儿薄。你写信的时候咋皮儿不薄了呢？得饶人处且饶人嘛，是不是？你放心啊，宝印呢，我肯定会当面认错啊。但是呢，你现在最好给我一个缓冲的时间，能不能？你们俩先把我这种内疚的心情先给他转达一下。俺觉得呀，你还是找个机会啊，单独跟宝印说说这事儿啊。行了，这事儿俺们就翻篇吧。俺有个重要的事儿，你看俺们今天算是到齐了啊，一个、两个。万贤呐，你不太干活，只能算半个人啊。半个人。半个劳动力。俺们这2个半人到齐了，俺们这鱼塘也弄了不少日子了吧？俺就一直寻思着啊，你看从这个品种的搭配啊，到养殖啊，到后面的销售啊，俺们这些人呢，力量比较单薄。俺就想呢，再做大一点，咱们团结起来，合作经营。好，那当然好。万贤，你可能想明白了，别后悔啊！不是，我肯定不后悔。俺呀，跟村委会去申请一下，俺们成立一个渔业公司。啊，渔业公司，人把后牛的、愿意搞渔业的，咱全集中起来，咱都入股当股东。由村委会牵头，咋样？好啊，咱也有公司了。哎呀，俺们就让这个村委会带头，当这个火车头，俺就不愁俺们这个渔业火车它跑不快。是。钱宝才，你没白在村委会打算了。咱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是，这个我这鱼塘里没有多少条鱼啊，你们俩可得带着我玩啊。宝才，带他玩吗？俺得考虑。万贤呐，这得看以后你的表现，不要总是让俺们哥俩将心照大渠。不，肯定照不了大渠，这回咱就专心照鱼塘。行，那这事儿俺们就这么说定了，啊！哎，万贤啊，你看这啥态度？俺俩忙活半天，就请俺俩吃红薯。我媳妇儿买酒买肉，你放心，好好招待啊。那王天，那咱给万贤把这鱼塘再看看，还缺点啥？捞点鱼上来，今天中午炖他一条鱼吃。
汇报一下工作啊。注册商标的事儿呢，我任务完成了，就等着商标下来了。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哎，你等会儿，我正好要找你呢。坐，来说个正事儿，这个很重要。你坐吧，坐吧，坐。说吧。你看看，你先看看。方便粉丝啊，可以上吗？当然可以啦，这个提议我都提了多少回了。要不是你爸和我妈拦着，咱们的方便粉丝早就上市了。你不知道，这次我去县城里看到了好多外省的方便粉丝，卖的可火了，广告遍地都是。是吧？商场如战场啊，咱要错过这个战机，那就要打败仗的。哎呀，你爸和我妈呀，还是年纪大了，思想陈旧呗，不敢放开手干。也可以理解，他俩弄啥不成，到现在好不容易攒点家底儿，怕折腾，也可以理解。但是现在你不创新不行啊！你还不知道吗？那超市你2天不去，第3天好多商品咱都不认识了。啊，就是啊，是。哎，对了，你竞选报告交了吗？没有。为啥呀？哎呀，我咋能跟俺爸竞争这个主任呢？再说了，这个村主任谁当不都一样吗？在咱村心里头，俺爸当这个主任最合适不过了。我不想跟他竞争。这不是你跟你爸的事儿，这不就是很正常的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吗？啊，是你爸跟我妈工作上肯定一点问题都没有，大家心里也都认可，但他们还是思想太陈旧了。你要是能当这个主任，用新思维领导大伙儿也没啥不好啊。是，你说的对，咱带领村里的人往前奔，不一定非当主任吧，可以用别的办法呀。啥办法呀？那个小吴老师这几天跟我说的一些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甚至让我彻夜难眠。他说现在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了，很多事情在网络上销售比咱亲自去跑更有效果。咱现在是啥？闭门造车。如果咱也投入到这个互联网里头，在这上面打开局面，咱的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甚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咱的产品有多好，那样咱就不愁销路的问题了。小吴老师说几句话都让你彻夜难眠了。你连竞选个村主任你都不敢，你还谈什么开拓市场啊？你有这个勇气吗？别说大话了，干好自己眼前的事儿得了。对了，你是不是准备结婚了？跟谁结婚？哼，你说跟谁呀？你心里肯定有人选了。哦，我当然有人选了。但咱村不脱贫，我就不结婚。候鸟来大地，红旗飘，千里迢迢。哎呀，记不住了。哎，千里迢迢都来寻调啥调？调啥调？哎，我说你个刘宝印，你咋今天这咋还想起来看着文件了？哎，俺要竞选。咋？你还想当这村主任呐？不是我想当，是咱候牛的群众呼声很高。你说你这村主任就推不出去了啊？你说你当这村主任吧，捞不着油水就算了，还净往里贴钱，你这叫啥呀？这叫出力不讨好。你胡说些啥呀？你就这觉悟，就这思想，童花还当着村支书呢。他在村支书的位置上，他想捞什么了？这不村里人都这样说吗？你说，村里人这样说，咱也不能这样想。焦书记的像就挂在咱家的堂屋，咱如果心里边
就那么自私，只是为了给自己捞点油水，对得起教书记。行，你要选就选啊，反正啊，俺也拦不住你啊，选。把这字典给我拿来，我查字。哎，爸，干啥呢这是？保密。跟你商量个事儿吧。说，啥事儿？我想买台电脑，咱先把人脑这事儿闹明白了，把这思想里边的事儿弄明白了，再买电脑中不？不是吧？这个电脑它用处很大，现在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了。麦子那个电脑你见过吧？那个见过。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你很多事儿就方便了，不用到处乱跑。电脑能办的事儿，人未必能办得到。你比方说，咱想了解一下咱厂的销售情况，你去哪儿了解的？网络上全乎的很，啥都有。而且，同行人家的生产和销售情况，咱也能查得到。这样就是啥呢？能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孩儿啊，恁说嘞是真嘞？那当然了。哎，那俺听他们说的什么那个。就是网了关了的什么哦？你是说那个互联网？哎，对，这个互联网，哎呀，我跟你说深了你也不明白。我给你打个比方吧，就比方说你有个电话，我有个电话，俺妈也有个电话，咱仨是不是随时都能打电话联系沟通？这个电脑就是互联网啊，是你有个电脑，我有个电脑，俺妈也有个电脑，全世界所有的电脑啊，通过互联网把它联系起来。所有的人在这个平台上就能收发邮件呀、沟通啊，包括交友聊天啊。如果咱现在还没有电脑，你说怎么了解？咱必须得赶快学习学习，补上这一课，要不然就落伍掉队了。听明白了。孩儿啊，这有个事儿，爸没跟你商量，爸就替你办了啊。这竞选发言那个稿子的事儿，你就不要写了，俺都替你交上去。我还没有打算要参加竞选呢，你咋就替俺交上了呢？为人民服务，爸能替你做。孩儿，这电脑，爸同意你买了。英明，爸，你真忠。哎呀，看样子这老马要卸套了。我还是先保印。新玉，年轻。那新玉有啥比不上宝印的呀？俺就觉得新玉行，有能力，心地好，啊，干啥像啥呀？干啥像啥？那刘宝印在村里干了这么多年，那不是干啥像啥？对，俺就选宝印，那才是干啥像啥。我选新玉，新玉啊年轻，而且他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新玉能带咱们过上好日子，是吧？是。我也选新玉，选新玉，选新玉。你妈也选新玉，我就选宝印。俺也选宝印，就选新玉，选宝印，选新玉，选新玉，就选新玉。哎，叔，谢谢，好，哎，这比宝财叔家那个电视还小点儿，这里边啥都装着啊，比咱后牛还大呢，全世界都在这框框里头，啥玩意儿有意思？叔啊，这个呀就是高科技，咱以后的发展比这个还要先进呢，哪个阶段咱都不能掉队。哎，这要想摆脱贫困呢，光靠传统实干可不行。从现在开始，咱就要从增加创造力开始。只有这样呢，咱们才能比别人强，跟别人比呀。哎，这妮儿说得好，说得好，新玉，你赶紧把它弄好了啊！行，胡老师，我发现你每次说啥对我都有新的启示，你是我真正的老师啊。我可不想当你老师，我只想当你朋友。亦师亦友，好，好。哟，大翠来了！大翠来了！
来，小翠姐。哎，大翠来了啊！我听说家里安电脑了，我来看看。看。哦，跟麦子那个不一样啊。麦子那个是手提电脑，我们这个是台式机。它那个呢，就是携带比较方便，样子不一样，但功能都是一样的啊。你们这个好，这下就可以了解外面的世界了呗。新玉，这回你就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呗。新玉哥又不是足球，怎么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呀？那就跟着吴老师一块儿奔向大城市。我看行。妈，饭准备的咋样了？妈，这就做啊。大翠儿，你等一会儿啊，婶儿马上就把饭做好。你在这儿吃饭。婶儿，我不吃，哎，不我就来看看，就在这儿吃。哦，新月，这回跟着吴老师一起奔向大城市啊。那是。我先走了啊。那我去送你呗。不用，你忙你的，村里我路熟。咋了？这么晚不睡？起来，说会儿话。哎呀，我陪你说说话。哎呀，你说这大翠儿跟新玉，他们俩能成不？这么多年了，也没啥进展，你说这是咋回事儿？要按说呀，这俩孩子呀，是都僵到那儿了，谁也不肯往前迈那一步。哎呀，当年这大翠儿来到咱们家，一心朴实的想嫁给儿子，想跟他结婚。可新玉当兵回来之后，他才真正知道，他心里呀，最重的那个人，也是最爱的那个人，是新玉。后来儿子走了，这孩子啊，就留到咱们家，一口一个爸，一口一个妈。也是啊，怀着报恩的心态，他是想替儿子孝顺咱们。人家孩子做到了，对咱们尊重，又听话，是家里家外一把手啊，没少帮咱。就这婚姻大事，让咱替他着急。这明明心里呀有心欲，就是不说。这事儿啊，要是放到别的女孩身上，这么爱心欲，不早就说了，那俩人也早就成了。可偏偏就这犟丫头，你说她怎么这么犟啊？你笑啥？他的性格有点像你，还真像。你说，要不我找宝印好好谈谈，又不太好开口。哎，咱是女孩子家，咱不去求他。要不这样，你找桂兰说说，你们女人之间好说话。哎呀，她又做不了主。那咱总得嫁出去吧？可不嘛，都多大了，再不嫁出去成老姑娘了。是啊，咋办呀？哎呦，不行了，吓得头疼。睡觉。哎，
哎呀，睡觉啊！哎，你说咱家新玉和那个吴老师能整不？新玉，跟小吴老师啊？是啊，嗨呀，你呀，就是想媳妇儿想疯了，是看到一个漂亮姑娘就想领到刘家来。哎，啊，是不是想抱孙子了？是啊。你都不想想，那小吴老师呢，城市里长大的，那家伙，咱这后牛有啥呀？穷，人家愿意来吗？你这就不懂了吧？啊，那人要是喜欢人，咋都行。新玉这孩儿，他的事儿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要求，他连自己对象这个事儿都处理不好，他将来咋能成大业呢？我不管那些，我就着急给我儿娶媳妇儿抱孙子。你说咱村里跟我一样大的这人啊，人家都个个领的孙子，我呢？你这个人啊，是眼力见识一点都没有。咋了嘛？你说啊？你就没发现，新玉心里中意谁知道不？中意大翠儿。行，你懂啥呀？那新玉要是中意王大翠，那俩人这么多年了，那也没见结婚嘛。你不懂这行儿，俺懂。这行儿啊，哎。是了吧？其实咱早就知道了，就是那个玻璃大棚造价太高，大家承受不起。一开始的时候啊，大家都不愿意，咱也没坚持。你看现在损失更大。你说咱们后牛啊，这一年得刮多少次大风啊？每年的危害谁心里不清楚啊？这次啊，就是没有重视。行了，不要说了，你说往后这咋弄？我还是建议啊，建玻璃大棚，因为只有玻璃大棚才能保证优质苗的生长。没错。这回呀，就听麦子的，咱就把玻璃大棚建起来。说的容易，钱呢？钱呢？壮麦啊，真是个好孩儿啊！这钱，大叔真的不能收。你同花婶呢，到县里去申请专项扶贫基金去了。这卡，你得自己留着。叔。这专项基金批下来也需要时间，我怕晚了咱赶不上补种的时机。婶要能申请来基金呢，咱们可以扩大建设。叔，咱不能再等了，赶紧把这钱分给乡亲们。说白了也是我的错，要早点把这钱拿出来，大家也不会遇到这种事儿。麦子呀，这事哪能怪你呢？你这研发呀，马上要开始，用钱的地方多的是，这钱啊，俺们不能要。有什么困难，咱都能克服。我是后牛人，这点困难算不了啥。当初要不是大家伙凑钱送我上学，我也赚不了这些钱。现在也该是我回报他们的时候了。老尹说，宝才说，现在大家伙都需要钱，大棚都被毁了，现在都需要重建，没有钱肯定不行。孩儿啊，
钱你们不收，那我请咱全村人吃个饭行吗？啊，这中。下车吧。新玉，这是最后一车了，麦子那儿的红薯全拉过来了。这些红薯只有麦子的了。玻璃大棚现在还没建好，别的种植户收栽补苗也来不及，赶不上这季了，又欠收啊。咱后牛干点啥事儿，咋就这么难呢？哎呀，咋弄？这眼看着吧，有个好收成。这一阵风吹的呀，把俺的心都给吹碎了。你们二人说话呀，咋弄啊？这大伙的日子他都不好过。你咋净说些丧气话？咱仨可不能泄气，咱仨要泄了气，那乡亲们咋弄啊？哎呀，这说1000道1万呀，就是当初听麦子的就好了。哎，东华，麦子说今年就他丰收了，想请全村人吃饭来。都去吧。中啊，咱正好借着吃饭这当儿啊，好好给大伙打打气。阿忠，那俺广播去了。二爷爷，二奶奶，在座的各位叔、婶儿、哥哥姐姐们，其实这顿酒啊，我早就应该请大家伙喝，但是我一直觉得吧，我不够这分量。这酒杯端起来吧，我觉得轻飘。虽然今天我还是不够分量，但是大家伙凑到一块儿了。我就借这顿饭，我借这杯酒，我敬大家伙。感谢生我养我的后牛村，感谢所有的父老乡亲，我干了。大家伙还记得这张纸吗？哎呀，这纸他还留着呢。麦子，这么些年，你还一直留着它？对，就是这张纸，就是这张带着全村人对我期望的纸。这么多年，这张纸我一直放在身上，我一直揣在怀里边。为啥？因为这是咱后牛给我的一口气儿，就是这口气儿一直支撑着我奋斗到今天。有心啊，这孩子有心啊！麦子，你没有辜负咱们后牛人对你的期望，你是咱后牛的好子孙、好儿郎啊！二爷爷，您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我觉得惭愧，因为我还没完成自己给自己制定的目标，离大家伙对我的期望也还远着呢。但是请大家伙放心，我一定更努力，我更努力，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我揣着这张纸离开咱们村的时候，我发过誓，我周迈学成归来，
我一定100倍报答大家。今天我就兑现承诺。今年咱们村受灾了，大家伙心里难受，我这心里边更难受。当年大家送我上学的时候，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来了。我三叔把家里做饭的锅都给我拿来了。我也知道这钱我不能要，但我还是要了，因为我知道这钱我不收，我就上不了这学。当我有困难的时候，咱们村所有人都出来帮我。现在大家有困难了，我麦子必须得站出来。这钱呢，不多，就当我给大家买红薯苗了，就当我帮助大家建玻璃大棚了。我希望咱大家今后都相信科学，把这日子越过越好。这使不得啊，这个。对呀。这种方式要钱也不容易，来，发红包。真是热烈鼓掌！头花，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张静同志，是主动提出来你们后牛驻村工作的扶贫书记。张家，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提的后牛村支书孙同花同志。哎呦，张书记你好！你好，你好。孙支书，我都听说了，你是咱们后牛村的穆桂英。哎呦，可别笑话了，欢迎来后牛指导工作。谢谢。张家，这位是村主任刘宝印同志啊，张书记好。你好，你好，我也听说了，你为咱们后牛村和后牛村办企业办了不少实事。没有，工作还差得很，差得很。啊，
那个张静啊，这每一位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在工作中慢慢认识吧。啊，好。现在的村办企业由于没有跟上市场的步伐，再加上缺少大量的资金积累，转型根本就谈不上。你像我们村儿，这些年不是没有努力过，真的，方方面面的领导也都给予了各方面的支持，就是这样，饥一顿饱一顿，摸摸索索的过来了。这个老领导，这个新领导。实话说吧，后牛现在就在贫困线上挣扎着呢。还有吗？还有啊，就是咱们村办企业，这表面上看呀，目前办的还算顺利，可总有担心。担心啥呀？就是咱们村里的企业呀，包括村委会没有资金积累。你说万一出现市场萎缩，咱们这小企业就招架不住了。哎，我听说你们村办的玻璃大棚这个项目经营的就不错，我觉得像这种科技含量高的项目要大力推广。好。冬花啊，为啥张静同志主动提出来你们村精准？因为上级领导把咱们县作为精准扶贫的联络点，全面支持咱们的脱贫工作。我也向上级领导保证过，3年之内全县都摘掉贫困的帽子。咱这后牛村呢，可不能拖后腿啊！放心吧，庞书记，咱们一定听领导的安排啊！后牛村敢向县里保证，好好干，绝不拖全县的后腿。同志们。这次我来后牛，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我们就是要按照党中央所要求的，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全面迈入小康社会。张书记啊，听你讲完这番话。俺心里是特别激动，党中央都这么关心俺，咱这党员干部终于找到方向了，咱必须拧成一股绳，变成一把锹，铲掉穷土。咱得沿着党中央所指引的方向和前所未有的好政策，把咱身上的这个穷山给彻底铲除。我也非常激动啊！咱们基层的党员干部群众能有这样的决心，还有什么是不能战胜的呢？这样，黄书记，咱们让大家都畅所欲言，都谈一谈嘛！啊，好。各位村民们，村委会主任选举的帷幕即将拉开。您手中宝贵的一票，每一票都代表着我们后牛的未来。在座的2位竞选人，他们每一位都为我们后牛的发展建设和脱贫致富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您手中的这一票，选出的不仅仅是一位村主任，更是我们后牛村的明天。下面我宣布，后牛村民主选举大会正式开始。好，在投票之前，我们先请2位竞选人发表竞选演说。老叶，说2句。爸就先说了。那好，先请老主任发言。好嘞，好。哎呀，后牛类大地，红旗飘，乡亲领导都来了。
后边是啥词儿，我想不起来了。王天啊，万贤还记得不？是万贤写的。这是那一年，我和新玉竞选咱们后牛村红薯厂厂长的时候，我写的那个竞选词。老了，想不起来了。今天我其实没准备，也没写，嗨，就是准备了，也想不起来了。俺给孩儿们讲件老事儿。话说多少年前了，后牛的老支书碰着咱们后牛这枚沉甸甸的、比这山还重的大印，交到了一个孩儿的手里。他当时对这个孩儿说：“俺把这枚大印交给你，你就是这个村的领路人。记住，你接受的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沉甸甸的职责，啥时候都要保护好这枚大印。”你们知道这小伙子是谁吗？人人都知道那个黄河18弯，可知道巨龙摆尾摔倒在家门前。人人都知道那个童年的好领班，可知道干部和群众追赶了几十年，几十年。黄土的茫茫，望不到边，土里刨出铁饭碗，健康出头啊，脚踩泥，不流眼泪流热汗，流热汗。人人都知道那个风沙和眼尖，可知道贫困和苦难已成为昨天。人人都知道那个当年的领头雁，可知道老窖的宏图咱正在实现，实现。好痛处偏偏望不到边，麦浪翻滚到明天，千年古月唱新曲，不靠空喊靠实干。